你知道人这一辈子啊，最冤枉的钱花在哪儿吗？就是疾病显示出来了才去治。这个《黄帝内经》里有一句话啊，叫上医治未病，中医治预病，下医呢治已病。什么意思？最高明的医生啊，是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已经出手了。次一等的医生呢，在你快生病、刚有苗头的时候介入。最普通的医生啊，是要等你发了病再来治。这个时候啊，代价最大，效果呢也最差。这个上医治未病，翻译成大白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字，叫养，就是个养。我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，切了无数的肿瘤，说白了，我呢就是那个下医。你的身体已经被拖到要动刀子的地步了，我帮你去切，切完了呢，器官没了，创伤可是留下了。很多人手术很成功，但身体呢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退休之后啊，我接触了功能医学，我才真正醒悟过来啊，中国古人2000年前啊，就把最顶级的医学智慧讲透了。上医治未病，治的就是那个胃病，靠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药，也不是手术刀，而是养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不跟你讲怎么治病，我讲怎么养和养什么。我今天呢不讲虚的，只讲3个实打实的思路。你听完就知道，养这件事儿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，也不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子那么简单。第一个思路呢，就是养细胞。你可能会想，细胞跟健康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大了。我们的身体啊，最小的单位就是细胞，然后呢，由细胞构成组织，最后呢，由组织构成器官，心肝脾肺。所以呢，你之所以感觉不舒服、生病，根本原因啊，就是细胞先出了问题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。细胞不行了，导致组织病变，然后呢，器官罢工，最后导致你的感觉不舒服和生病。那你觉得在哪个环节介入最划算呢？那肯定是细胞，对吧？那怎么养细胞？2件事儿。第一，给它该有的营养；第二，挡住对它有害的东西。先说营养，你知道细胞吃什么吗？7大营养素：水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纤维素。你每天吃饭本质上就是给细胞送这7样的东西。但问题来了，你吃对了没有啊？你吃的那些东西，细胞真的收到了吗？我给你讲5个层级，从基础到精准，一层比一层讲究。第一层啊，叫地中海饮食法则，说白了就是食物多样化，蔬菜水果占大头。你网上搜一下啊，这个地中海这个饮食的金字塔，照着那个结构去吃就可以了。第二层呢，日本人的盘子法则，一个盘子呢分成3块，1/2是蔬菜，1/4是肉类，1/4是碳水，
妙在哪儿呢？它可以定量，大人用大盘子，小孩用小盘子，你的盘子就这么大，装满了也不会超量。同时呢，它也符合地中海饮食法则。第3层呢，是我们中国这个中医药食同源。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公布了118种药食同源的物质，很多本来是中药的东西，可以跟食材呢混在一起，在日常那个饮食调理身体这是一个大产业。而且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养生智慧。第4层，精准补充，要通过功能医学检测，查出你的细胞到底缺什么，缺铁补铁缺锌补锌，缺维生素 D 呢就补维生素 D。我这几年接触到了功能医学之后，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缺什么补什么。很多人吃了一辈子保健品，但从来没有做过检测，花了几万块买了一大堆这个瓶瓶罐罐的，但自己缺不缺这些营养品却不知道。所以这不是养生，这是买的心理安慰。第5层要检测食物不耐受。有些食物你以为很健康，但你的身体不认。你比如说鸡蛋、牛奶、小麦，这些公认的好东西对某些人来说是慢性毒药。长期吃不耐受的食物呢，肠道天天在发炎，你还以为自己胃肠道不好。说到肠道我再多说一句很多人跟风吃益生菌，但你也搞清楚了没有？益生菌是活性菌，它在你肠子里能不能活下来，得看你的肠道环境。还有呢，它虽然叫益生菌，但是对你来说真是有益的吗？不见得哦。与其盲目补菌，不如补益生元，也就是细菌的食物。细菌吃什么？叫纤维素。有一种东西叫菊粉菊花的菊，粉末的粉，菊粉，从菊鱼里提出来的，就是很好的益生元。但买的时候你要擦亮眼睛看那个配料表上，如果这个菊粉含量低于60%-70%的，说白了那就是买糖水。你看光一个吃就有这么多讲究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些事儿如果做对了，花的钱远比你将来躺在医院少得多。养细胞的另一面是挡住毒素，比方说重金属、环境毒素、食物中的农药残留，这些东西每天都在攻击你的细胞。重金属这玩意儿跟高血压、动脉硬化都有关系。有的人呢水银超标，查了半天找不到原因，最后一问他天天拿那个银罐子装茶叶。还有人呢这个把冬虫夏草当补品吃，结果重金属超标了。所以养细胞这件事儿打个比方，你身体就像一辆车，营养是加油，毒素呢是往油箱里那个掺的沙子。你光加油不清理沙子，这车又能跑多远呢？好，细胞的事儿讲完了。第2个思路呢叫养心态。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鸡汤，对不对？保持好的心态，天天看戏，谁不知道呢？但我要告诉你这背后的科学逻辑。你的大脑是全身的司令部，这个司令部一乱全身就都乱了。人一生气一焦虑，大脑分泌的激素立刻就不一样了。
这个多巴胺啊、血清素啊、内分泌啊、就皮质醇，这些名字你不用记啊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你的每一个情绪波动，都是向全身几十万亿个细胞传播了一道化学指令。你焦虑，细胞就收到了进入完美状态的信号；你长期焦虑，细胞就长期备战。长期备战的结果是什么？代谢紊乱，免疫力下降，该修的不修了，该清的不清了，久而久之，病就来了。那怎么养心态呢？我给你讲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个实验。一个教授在课堂上拿起了个空杯问学生这个杯子重不重？学生说不重。教授说你举1分钟没问题，对吧？那举1个小时呢？学生说这个胳膊会酸那举1天呢？举1周呢？学生说那胳膊就废了。那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放下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杯子本身不重，但你老举着它不放着它，它就越来越重，最后呢把你压垮了。生活中那些让你烦心的事儿跟这个杯子一模一样。它本身可能没那么重要，但你天天想着它，举着它不放，它就变成了巨大的包袱。你自己遇到的事情的时候就告诉自己，已经发生的事儿，已经付出了代价。如果还要影响你的心情、心态和健康，那你就更亏了。好，第3个思路是养运动。注意我说的是养运动，不是拼运动运动可不是越多越好，运动是要匹配你的身体条件的。比方说膝关节不好的老头老太太你让他去跳广场舞，越跳呢关节磨损的越厉害。这个心脏本身就有隐患的人，你让他去跑马拉松比方说有一个张某某峰前段时间跑半马，最后心脏病发走了。这不是锻炼这是玩命70、80岁的人散散步就行走都走不动了，在椅子上呢做做抬腿也行。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动作，站在那儿脚后跟抬起来，放下，再抬起来，再放下。就这个动作它动的肌肉叫腓肠肌，在小腿的后面。这块肌肉是全身消耗糖的一个大的工厂。你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，其实呢就是动员的这块肌肉参与的糖代谢。你看，科学原理就是这么简单。要说最好的运动呢，我首推游泳。这个游泳全身关节都在动，但它又不受力，对膝关节特别友好。可是不会游泳怎么办呢？那就唱歌。你没听错唱歌。唱歌的时候你看气息在全体内这个循环，整个人的气血呢都调动起来。而且唱歌没有门槛，你唱的好不好无所谓，扯着嗓唱就行。这比你去健身房花2万块办张年卡，结果去了3次就不去了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找到适合你的运动方式，坚持下去，动起来，你的气血就活起来了。否则呢，就像一潭死水，时间长了呢就臭了。
来3个思路啊，我们总结一下。第一个，养细胞，给你的细胞对的营养，同时呢，要挡住对它的有害的毒素。那从今天开始啊，重新审视你每一口吃进的东西，它是细胞的养料，还是细胞的负担？第二个，养心态啊，记住那个杯子啊，你举着它啊，越来越重，放下它，什么事就没有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养运动，找到适合你身体条件的运动，动起来，不攀比，不逞强，不盲目。你发现没有，这3个思路啊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都不难，不需要你花大钱，不需要你吃昂贵的药，不需要你做剧烈的训练，它只需要一个东西，让你知道这么做的原因。这个养康一，这个养啊是在最前面，你把养这件事做好了，后面的康和一的事儿就少很多了。我呢今年60多岁了，但我现在的状态呢比10年前还好，不是吃了什么神药，就是把这3个思路老老实实做到位了。今天这3条思路，养细胞、养心态、养运动，你把它当成一个养生的基础，基础打牢了，以后所有的养生知识你就都知道原理是什么。好，下一期啊，我准备先聊一个所有人都关注的事情，这个中老人如何避免摔倒和骨折。这个话题啊，我下期给你讲透。最后呢，我想听你说说，你现在每天在做的这个养，具体是哪一种？是吃保健品，还是跑步，还是冥想，还是从来没想过？评论区啊，告诉我，我来分析是否合理，